就算是那个傲气的秦孝白来了，也得夸他画得好啊。殷先生今日可有闲暇？苏某想请先生小酌几杯，交个朋友。今日没空啊。哎，姓殷的，堂堂嫡公弟子苏县尉称呼你一声先生，那是给你脸了。你怎么如此无礼啊？多谢苏县尉厚爱，因要上有要事在身，今日真的没空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那我改日再约你。满意了？你是有本事的人都多少有几分傲气，你我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还真是抬举他了。他能跟我们俩比吗？走，快点，走。苏县尉真是料事如神，这小子正要跑呢，被我撞个正着。以据实交代，就是他与有夫之妇私通，被死者撞见，怕事情败露，才下的毒手，先勒死，再吊起来，伪装成自缢。这夫人也招了，勒死人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你们两个好歹毒！按照徐期长所说，这儿便是耿无伤的住所。叩门。有没有人呢？你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新任万年县尉苏明，前来拜访耿老。原来是公谢来人了，我这就去告诉我爹，你们请吧。刚才听了贵客的大名，似乎是故人呐。正是晚辈苏明。耿老，一向可好？当年跟着狄公时，你还是个英俊少年，可如今，宦海沉浮多年，又回长安做官啦。恭喜呀！常听到你的消息，参天楼、成佛寺名气快赶上你的恩师了。您老过誉了，可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给您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好友神医费技师。见过耿仵作。哈哈哈哈！这位姑娘供职雍州府，您就叫她樱桃就行。见过耿仵作。哈哈哈哈！苏产，见过贵客。见过苏县尉、费神医、樱桃姑娘。这是恋爱？正是小女。哦，你刚才为何戴着个面具？好吓人呐！这面具就是来吓坏人的。啊？是这样，老朽干了一辈子的仵作，帮着公谢抓了不少的凶手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现在我老了，常有一些报复者上门骚扰，我就跟苏禅说，以后再听到有人敲门，戴上面具，那么胆小的直接下走。哦，骚扰的未必是报复你的，没准儿是直接奔着苏禅姑娘去的。谁让你女儿长这么漂亮呢？哎呀，贵客临门，应该进屋喝茶。只是今天我们确实有点事要出门呐。什么事儿啊？连口水都不让喝？今天是我爹的七十大寿。哦，师兄在杜康酒楼订了包间，为我爹办寿。请问你师兄如何称呼啊？订酒楼的是大师兄，叫钟世载，来拜寿的还有二师兄，叫阴阳。早就听说您老有2位爱徒，您说巧不巧？
我们刚刚才见了阴妖。哦，你见过妖儿了？他是不是正在给死人化妆？正是，这是我到万年县碰到的第一个案子。家人以为是自缢，就没有报官。阴妖前往炼容，看出是凶杀，现凶手已归案，阴妖功不可没啊！哎呀，论天分，这些年我见了这么多仵作，妖儿当属第一啊！只可惜中途改了行，若是能重当仵作，哎，我此次前来拜访，也是为了替仵作行寻找人才。如您不弃，能不能叫上我们一起去喝杯您的寿酒？哎，请上我，你可不会后悔。老先生，你是不是正有疮毒在发作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没听苏无名刚才介绍吗？我要不知道，敢称神医吗？哎，你请我喝酒，我帮你去疮毒，如何？费神医啊，可惜了，你看错了，我只是老了，并没有得什么疮毒。苏珊呢？哎，请3位贵客跟我们一同前往杜康酒楼。不是，你喝酒，先喝酒。殷先生，没想到吧，又见面了。当着恩师的面可不能这么叫我。师傅，他们……苏县尉是为师的老朋友，今日到家中探望，为师便邀请前来赴宴。如此，因邀谢过2位贵客。嗯，恩师在上，幺儿给您拜寿。好了，起来吧，坐。师傅，您老人家身体怎样？你不是3天前才来探望过吗？如此惦记，不如干脆搬回来住吧。耿老，这是给您的寿礼。苏县尉，你太客气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师傅，大师兄，苏禅，来晚了，师傅。师傅在上，徒儿钟世载给师傅拜寿，祝师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见过客人，这位是…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公弟子苏无名，新上任的万年县尉。正是苏某，但大名鼎鼎可不敢当啊。钟世载拜见苏县尉。这2位呢是我的朋友，费神医、樱桃姑娘。见过费神医、樱桃姑娘。坐下吧。啊，我坐这儿不合适吧？这个位置，苏禅坐才是啊。啊，那怎么行？本来就是你请客，再说你是大师兄啊。苏禅，这些年你日夜在师父面前替我尽孝，理应上座。阴妖，你无异议吧？哼，大师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世载啊，哎，你的孝心和谦让之心，我和禅儿都领了。行了，快坐吧。是师父。师父，酒菜我已提前点好，我们开席。好啊。
世仔，你请的？我走错了。我还以为真是大师兄请的呢。恩师的寿宴，我怎么会请他呢？怎么？你们认识？回苏县尉，此人叫董岳，是位同行吧？哦，也是仵作，这么巧？不对呀，仵作行的前辈在这儿，而且是办寿宴，他应该留下来敬杯酒再走啊。这神医呀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董岳的师傅与我不和，故而不让他的弟子与我来往，都好几十年了。哦，这个董岳的师傅不会是当年刑部的仵作葛九泉吧？就是他，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仵作。可惜走得比我早啊！不说这些了，人过70古来稀，想我耿无伤，干了一辈子的仵作，接触了这么多的死人，可还一直活到现在，心满意足了。今日本来是事有爱徒小女，却承蒙县尉神医樱桃姑娘厚爱，来，老朽敬大伙儿一杯。我们敬耿老，敬耿老，给恩师拜寿，给恩师拜寿，给爹拜寿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董仵作被杀了！看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剑是从哪儿射过来的？斜对面。太惨了。你们？钟仵作、耿老仵作、殷仵作、苏县尉。长安县旗长至此，仵作来验尸。死者马奎，短刀割入脖颈，身近5分。你们都是仵作？有的人算仵作，有的勉强算，有的根本不算。县尉当心！无妨。一见正中要害，此因无争议，无需验尸。哎呀，董岳乃是葛九泉门下的大弟子，亦是最优秀的门生，这仵作行里又少了一个人才啊！董兄，今日是董仵作请你们吃饭？这应该不是吧？什么叫应该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到底是不是我们也不清楚啊。不知道谁请客就来吃席，那你们是怎么接到的邀请呢？这个。
请柬何在？在，我没带啊。这儿。这吕将军，你们可认识？就是不认识。刚才我们几个念叨过，收到请柬时原本都不想来的，但看请客的是位将军，在长安城敢自称将军的，肯定非同一般，自然是大人物。如此抬举我们，不来岂不失礼呀？再有就是这杜康酒楼可是长安新晋最好也是最贵的酒楼，若不是有人请客，怎有机会来此一饮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对了，董武作认识吕将军。董武作，哼，这个吕将军，早知道他也同时请了你们几个，我就不来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董武作也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个吕将军。后来呢？伙计就来上菜，说是有人吩咐过，申正时分不管客人到没到齐，都准时上菜，好酒管够。再后来呢？才喝了1杯酒，董武作就嫌太阳晒着他了，然后就……都这个时辰了，怎么还这么晒啊？刚才窗户关着时倒是不晒，我帮您关上。用不着。都说这梅雾包厢能看到最好的街景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等等，刚才你说窗子关着的时候倒是不晒。对啊，那又是何人何时打开的窗子呢？这个想不起来了，应该是上菜的伙计顺手打开的吧。伙计何在？谁给梅屋上了饭？是阿秋。阿秋？这个小子可不地道，3天前偷吃客人的菜被我抓到了。我不是早就通知他让他滚蛋吗？他不是想好好干活，让您收回成命吗？今天他就抢着给客人上菜，结果给梅雾上完菜后没多久，就听见上面喊杀人了。好像是梅雾。哎呀，说杀人了，去看看。刚才上官说要询问，让所有人都过来。我再去找他时，就不见了踪影。你可知阿秋住在何处？知道。去把他叫来。是。这梅雾包间是何人所定？啊，是个叫吕将军的人。真名叫什么？那咱就不知道了。不是他来店里订的？是他订的，但来的不是他，是个预定郎。啊？何为预定郎？就是专门帮人预定酒楼的人。预定时通常不留真实姓名，而是在姓氏后边加个后缀，诸如说李举子、王进士之类。吕将军也是如此。预定郎，你可认识他？认识，就是高五娘啊。啊，不是预定郎吗？怎么又是个女子的名字啊？就是女子。预定郎，她只是个行当，有男有女。能找到此人吗？这倒是不难，他常到杜康酒楼来预定，我知道他的住处。把他叫来。是。苏县尉，我们能走了吗？暂且回去，但万年县械会随时传讯你们。不得离开长安城啊！是。
这里放的都是葡萄酒啊，虽然比不上云顶红那么纯正，但是能运到长安来，那肯定不会太差。先得让预定郎订好包间儿，然后还要算准了董月一定会来赴宴，来，还就得坐在那个主座，还需算准，彼时窗户是开着的，且董月会起身关窗，使要害暴露无遗。最重要的是，此人必定射术精湛。这个凶手不简单呐！阿秋，开门啊！公谢找你问话。阿秋，在家没有啊？答应一声。阿秋，谁见着阿秋了呀？这小子欠我钱，我正找他呢。哦，你不是啊？啊！你是人是鬼啊？若说是人，在我大唐就属普通人；若说是鬼，那便好看了些。你希望呢？你个小娘子，别找不痛快！本大侠从来不打女人，可你却拦不住本女人要打你。我。如实交代，不然大刑伺候。那天给客人上菜的时候，我就偷吃了一口，正好被老板看见，真是丧气。谁知晚上回家，别怕，你叫阿秋，是杜康酒楼的伙计，就快不是了。因为偷吃给客人上了菜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后天申时，梅坞包间有大人物宴请贵客，你照我说的做，你们老板自会留下你。信不过我，这个你总信得过吧？我本来是不想拿，只不过这100钱挣得太容易了，只要我上菜的时候把窗户打开就行了。没别的了？没有，我哪知道他是要杀人呢？我当时听到楼上喊死人了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我就赶紧跑了。我没罪吧？我是拿了100钱，不会让我给那个死了的仵作偿命吧？哼，因为贪财，你被凶手利用，导致他人被杀。我知错了。看在我阿秋这么些年老实本分，从来不欺凌老幼和女人的份上，你们就放了我吧。这难道不是你应该的吗？若是悔改，就该主动投案。你跑什么？我回答不上来了吧？苏明啊，这种人必须教训啊！
要不然以后不定干出什么坏事来。我以后再也不贪财了，我认罚。要不打他3板子，以示惩戒？这么轻？是怕把你打坏了，无法再讨营生。记住这次教训，以后啊，小偷小摸的事儿莫沾，嘴馋就别去酒楼当伙计，干点别的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压下去。是。上官，我是高五娘，我是帮那个吕将军订了包间，但谁知道他要杀人呢？我就是个预定郎，命案可跟我没有关系。您新官上任要请客吗？你要请客，我可以帮你预定，整个长安万年2县最好的酒楼我都订得到。还是先说说你是在哪儿遇到的那个所谓吕将军吧。东市啊，现在生意不好，那天我在东市上逛了一整天，才遇到这一桩买卖。长兴坊的杜康酒楼订得到吗？可以呀，您定哪一天？3日后申正时分，我要阳面的梅坞包间，行吗？看来您有所了解呀。杜康酒楼最好的包房就是那一间，但确实难订，一排要排上7、8天以后呢。如果我有熟人，指定订得上。您怎么称呼啊？吕将军。和酒楼说，不用等客人都到齐，申正时分准点上菜，好酒管够。得嘞。来，拿着定钱。樱桃，带他去苏山殿，让喜君画像。明白。画像那感情好，不过可给我画的美着点。我看你是想的挺美，给你画像有何用？是给那绿袍大胡子吕将军画像，到时候你需把他的面部特征说出来，越仔细越好。啊，走吧。谢位，董月并未成家，除当仵作外，他还开了家寿材铺，这是那寿材铺的唯一伙计，也是他徒弟。见过上官，我是来给师傅收尸的，我会用店里最好的一口棺材为师傅下葬。你师傅可认识一个叫吕将军的人？不认识。那天我刚打开寿材铺的门，就发现了一封请柬。杜康酒楼，吕将军，莫非什么时候有过一面之缘？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？师傅，既然记不起来，就不要去了，安心准备下个月的大赛便是。为什么不去？哼，关键是有最正宗的杜康。再说了，即便我在大赛当天喝得酩酊大醉，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也非我董月莫属。师傅，昨天您说大赛前3名就能当专职仵作，直接进宫线，不必世代为贱籍了。不止如此啊，后代还可以考取功名。可我对这些丝毫都不感兴趣，我只爱干仵作，干一辈子。我要把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替我的老恩师从耿无伤的手里夺回来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大赛？怎么回事？是收到请柬的前一天，师傅回来跟我说的。他当时喝醉了，可高兴了，说天子下令要举办一场仵作大赛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仵作大赛的消息只到了雍州府，没有在仵作行传开。现在看来，并非如此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这个案子有眉目了。全长安这么多仵作，而且都要争仵作大赛的前3名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推测，这个案子就是仵作杀仵作？你这推测太武断了。哎，走，跟我去耿无伤家。没想到今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太扫兴了。师傅，徒儿改日再摆酒席，为师傅您补办寿宴。不必啦，一切命中注定，没什么扫兴不扫兴的。这本来呢还有一件喜事，想在寿宴中告诉师傅，没想到这还没说就，嗨，有喜事好啊，
现在说也不晚。二师兄的面具画得真好，连宫谢的人都被我吓到了。是吗？二师兄，你真的要一直做炼容师吗？我不像钟世载那样会钻营，别说刑部和大理寺了，就算是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公差也应付不了。故而，我在仵作行没前途。可是爹一直替你惋惜。不会吧？他最得意的一直是他的大弟子。果然被爹猜中了。爹说，你离开仵作行，都是他的错。人的一生很短暂，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。真有这样的事儿？是啊，3日前徒儿从刑部听来的消息，据说天子已把这件事情交给雍州府办了。哦，仵作大赛选前3名。对呀，只可惜徒儿资质平庸，恐怕是没有机会获此殊荣了。但是你很期待，对吧？我的徒儿从小就要强啊。师傅，想要在大赛中胜出，需要真本事，光要强也是没用的。刚才我看你送的寿礼中，还有2个画轴。对啊，您看了吗？一幅是皮儿为您写的寿字，另外一幅是杰儿给您画的仙鹤祝寿图。师傅，您看。哎呀，好字啊，写得好。您再看一下这幅，杰儿画的仙鹤祝寿图，画得好。杰儿画的鹤竟有如此神韵，这2件寿礼为师要带进棺材了。哎，师傅，您的身体好好的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哎呀，皮儿12了吧？您老记性真好。你没教他验尸之书？哦，还没，太早了吧？仵作世家，6岁学艺不算早了。你不会没打算教吧？要教的，要教的。现在不教也可以，除非你有把握拿到仵作大赛的前3名。长安的仵作，师傅您是了解的，徒儿实在没有这个把握呀。今日董月已死，你的把握增加了不少。还真是啊。钟世载，弟子在，师傅请讲。今日我将你逐出师门。师傅，您说什么？姚二、苏禅，你们起来。师傅，你们2人做个见证，我长安仵作耿无伤今日正式将钟世载逐出师门。师傅，爹，徒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将徒儿逐出师门？世载啊，为师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既然举办仵作大赛，前3甲可正式进入宫廨，成为专职仵作，其后人亦可脱离贱籍，可以读书，考取功名。你钟世载能不奋力一搏，拼取这个机会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。我会。不，我必将你逐出师门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很简单，因为为师也是个仵作，我也会参加这次比赛。
我若不将你逐出师门，比赛之时，你定会因为我是你的恩师，而不会使出你的全部本事与我比试。万一因此耽误了你的前程，岂不可惜？师傅，你想多了。不是，徒儿的意思是，您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参加什么武作大赛吗？我干了一辈子的武作，也想通过本事取消贱籍，进入宫前。更何况我还有个女儿，我也会考虑她的未来。师傅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徒儿可以不参加武作大赛的。钟十三，你走吧。大赛之际，你我君不可念师徒之情。师傅。苏县委，看样子你们是都听到了。是。我们师徒之间的事，请勿见怪。你又来，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？您好像已经猜到我要问什么了。不错。仵作之死无足轻重，可却偏偏死在了仵作大赛的消息传来之际。这可就不同寻常了。自从我隐退之后，幺儿也离开了仵作行，长安这才有了5大仵作的说法，分别是常为刑部效力的董岳，多为大理寺效力的夏侯爽，雍州府的刘维，长安县的仵作郑好，还有就是刚刚被我逐出师门的钟世载。如今董岳已死，其他4人均有作案动机。当然，董岳被射杀之际，世载与我正和苏县尉同席共饮，可率先排除嫌疑。多谢您赐教。还有就是，世载刚刚对我说，他3日之前便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另外3人是公廨中的熟人，想必也就都知道了吧。或若有人刻意隐瞒，亦有嫌疑。在下。这个耿无伤，不过是个老仵作而已，他还帮你探上岸了。或许人家是好意，这不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吗？但有杀人动机的未必只有仵作。可问题是什么？哎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本来还挺敬重他的，可他这么大年纪，还要去参加什么大赛，要去争这个进入公廨的机会，不过是俗人一个嘛。我倒是觉得这正说明仵作行多么需要这个机会。天子啊，真是圣明。哦，上任第1天就碰到这么离奇的案子？可说呢，此案确实棘手。哎，要不然这个案子你们雍州府拿去查得了。苏明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。我这次来，本是想请你喝酒的，毕竟重回仕途，值得庆祝。可你有要事在身，本参军就先告退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帮我出出主意。哎，你觉得那个耿仵作分析的有道理吗？当然有道理啊，不过可先排除仵作刘维，因为今日申时，他正在陪同本参军查案。
这个思路好，可逐个排除。大理寺案子多，仵作、夏侯爽你我都熟，也可以暂时排除。那不就剩下长安县的仵作郑好了吗？你做过长安县尉，那个郑好，你难道不认识吗？何止是认识啊，他可是整个大唐最有底气的仵作，出自荥阳郑氏。5姓7家当仵作，这没法不让人印象深刻。我记得他祖上是窦建德手下的大将，善射术，百发百中。后来窦建德被太宗文皇帝给击败了，其祖上不肯投降，还以世家名门为傲，这把文皇帝给气的，就罚他们这一支世代当仵作。对啊，你也说了，他祖上善骑射。哎呀，是啊，董越就是被那凋零箭给射死的，得查这个正好。那个罗三军，樱桃不在我身边，去查这个正好，我这心里可没底啊。要不然你陪我去一趟，给我壮壮胆儿。好你个苏明啊！我的苏大县尉啊，绕来绕去，你还是在算计我呀？这怎么是算计你呢？再说这不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吗？仵作正好，为人跋扈得很，还会舞。我一介书生，我去查的，他万一一生气，他射我一箭，我就……如果我没认错，是卢参军吧？怎么，苏县尉你难道不认识吗？认识，苏明嘛，仗着是嫡公弟子，从长安到万年，又当上了县尉。两位，何事登门？哎呦，这是正仵作打的猎吧？且都是一箭中的。那当然，我正好打猎，从不射第二箭。佩服佩服。啊，对了，正仵作祖上那也是一时的豪杰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祖上是荥阳名门贵族。只可惜跟错了人呐。哎，我说苏无名，你能不左一口一个仵作，右一口一个仵作的喊我吗？郑兄提醒是，这又不是在攻县，应该兄弟相称。郑兄啊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想讨杯茶喝，且有要事相告。哦，那屋里请吧。什么仵作大赛？没听到消息。那现在我把消息告知你了，你会去参加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这个人好面子，怕万一进不了前3，遭人笑话。毕竟京师仵作行中藏龙卧虎，我虽名在5大之中，但我一向谦虚谨慎，也不敢说就胸有成竹啊。更何况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不担心后代考取功名，所以就不参加了吧。今日申时，郑兄在哪儿啊？打猎去了，外边挂着的猎物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可我观那猎物不像是申时打的，从伤口的颜色和血腥的气味来判断，更像是一早打的。你这是在跟我卖弄仵作之学？正好，你的弓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郑家以射术著称，想必弓是祖传，且是好弓。我想见识见识。怎么，怀疑上我了？何来怀疑之说？卢参军只是想欣赏欣赏你的弓而已。好，等着，我给你取去。
心！果然是你！哎，我说郑兄，要不咱们换个地儿喝茶？正好，为何袭杀朝廷命官？你们无端怀疑我，就是侮辱。为了祖上荣光，我就是要射死他范阳炉，又当如何？只可惜你射术不精，给祖上丢人了。我当然可以百步穿杨，一剑毙命，只是隔着门，你侥幸罢了。那第二箭呢？我射远不射近，第二箭，你离我太近了。近了反而射不准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来，把他那个箭囊拿来。这箭囊用了好几年了吧？你是瞎呢，还是故意瞧不起人呢？看不出这是个新箭囊，这是我前天新买的。是吗？正好啊，在杜康酒楼，董月仵作在申正时分中了一箭，是你射的吧？董月死了，与我无关。我说过他死了吗？我听别人说的他死了。量他的脚。长度正好，都对上。正好，在杜康酒楼的对面，酒库2层，我们发现了凶手的脚印，跟你对上了。你还有何话要说？脚一样大的人多了，我这双靴子很普通，在长安能找出上万双，你是不算证据。刚才你说这是新箭囊，在我大唐，万事皆有规制，一个标准的箭囊收箭30支，你的箭囊价格不菲，这样的箭囊往往配送新箭，而你的箭确实是新箭。你还说你百步穿杨，打猎从来不射第二箭，故一箭射杀野兔，一箭射杀狐狸。按照打猎的习俗，射毙野兽的箭无需收回，以祭山神。算上射我的2支箭，现在箭囊中的新箭应该有26支，可这里面只有25支，剩下的那1支呢？这拿上来。射杀董月的这支新箭，原本就在你的箭囊中。武艺兵器之事，你瞒不过卢参决。我在山上打猎，申氏还没回来呢。可有证人？山间的野兽、飞禽，可为我作证。哼，苏协卫，你无需再跟他废话，大刑伺候。但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，在弓械上打根本没用，给我拉到东市上去打，让全长安的人看着他挨打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你还是别脏了这个士字吧。都愣着干什么呢？拉到东市上去打，打完拖到西市接着打，继而滚石。是。走，等等！你们杀了我吧。董月那厮是我射毙的，我认了。正好，公堂之上，你要想好再说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，作为定罪的证据。甚好，各位上官，有礼了。
我们干一杯。哎，董月，你难道没看见我吗？哼，看见了，一个仵作，干嘛总跟当官的混在一起？我们同为氏族之后，我管你祖上是谁，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仵作，还是一个技不如我的仵作而已。好你个董月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件事发生在半个月前，我都快忘了。可是昨日，长安县有一个案子，同时两处发现尸体，我跟钟世载分别验尸，正在切磋验尸所得。哎，钟世载啊，这是谁给我的信啊？信？没看见啊。荥阳正氏岂能被辱？浴血前耻，明日申正。高昌九方后院仓库2楼窗前，弯弓搭箭，设杜康酒楼之霉物，可报大仇。信里写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本将信将疑，正好买了新弓箭，一早去打猎，先射杀一只野兔，又射杀一只狐狸，可我还是心烦意乱，便带了弓箭去了那仓库的2楼。射杀董月，不仅是为了报仇吧？你敢说跟即将召开的仵作大赛没有关系？那当然还是有些关系的。我的祖上跟错了人，以至于让文皇帝贬为贱籍。到了我这一辈，我已经做到了长安5大仵作，通过这次大赛就有可能摘掉贱籍。要再射杀了董月，那把握可就大多了。毕竟姓董的仵作之术确实高超，在我们5人之中当属第一。那封信呢？在我身上。这个胡子应是伪装，但伪装的比较好，因为高五娘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胡子，眉眼之间根本说不清楚，所以我也很难想象出摘掉伪装的胡子后，这个人会是什么样。一美，难为你了。哎呀，别聊案子了。苏明重回仕途，第1天上任，我老费给他撞门面，滴水不漏吧？嘿嘿，这本是值得庆祝的事儿。今日当罪，缓缓归。哎，老费，明日我还要替师傅入坊理案呢，可不能大罪。但确实值得庆祝。苏县尉，小环应该敬你。是啊，义兄，替您开心。苏明，我也替你高兴。还有就是，虽为雍州府案探，但以后我可能得常去万年县那边了。毕竟他不仅不会我，还爱惹祸，我得随时保护。准。恭喜啊！希望你自此以后能平步青云，正如你在大漠中所说，你我师兄弟为大唐江山社稷，共搏之。在座的诸位，皆是苏明的亲人、家人，我们同饮此杯，同喜同乐，同风雨，
携手同行，无所惧。好，来，干杯！哎，樱桃，你怕是只能喝这一杯。我突然想起，今日之长安有一个人最不安全，需要你去保护。何人？还有比你苏无名更不安全的？虽前处于太阴，常寄勋于君王，或不误其所舍，倡神霄而避光。于是背下临高，所往神流，移情想象，故忘怀愁。既灵体之复行，欲轻舟而上溯，扶长川而忘返，思绵绵而增慕，夜耿耿而不寐。真怎么回事啊？一篇《洛神赋》你已经背了2日了，难道还要背第3天吗？我让你在家好好读书，你净贪玩了是吧？哥哥没贪玩，哥哥很用功的，只是什么？隔壁的破壁又来捣乱，说哥哥不该学诗文，应该跟着爹学验诗去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杰儿，仲丕，你是男子，已经12岁了，这种事情还需要你妹妹替你说吗？那破皮说，爹是仵作，我以后也只能是仵作，仵作就是查验死人的，无需认字，更不需要背曹子建的诗赋，即便背会了，也只能被人耻笑。我想上去打他，可又怕打不过，反倒让他有机会欺负妹妹，所以就没理，一直保护妹妹，故而耽误了背书。说得很清楚，生子如此，为父心满意足了。杰儿，你也过来。爹爹啊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用不了多久，爹爹就是公廨里的人了。爹不做仵作了？仍是仵作，但是公廨里的专职仵作，不再是贱籍。你也有机会可以考取功名了。至于杰儿嘛，最有丹青天分的，爹爹啊，一定为你找一位有名的老师，把你培养成大唐最好的丹青圣手，将来啊，还要嫁进王公贵族之家呢。真的吗，爹？真的，爹爹答应你们。谢谢爹，但杰儿不要嫁给王公贵族，只想在爹身前尽孝。好孩子。爹，您都累了一整天了，今天又是您的好日子，咱不写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这部仵作之书已经写到最后一卷了，爹是真不敢停下来呀，就怕写不完，不能让它成为此生最大的遗憾。爹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咱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。爹，苏县尉带来的那老头不说是神医吗？您为什么不让他帮忙看看疮毒呀？爹虽说是个仵作，但是也懂得一些医术。爹得的这是绝症，治不好。那爹为什么还说要参加仵作大赛？我今天当真了，实话说，心里还有一阵高兴呢。是为自己的前程高兴吧？不，我是为爹高兴。我爹是当之无愧的长安甚至天下第一仵作。就像您说的，若是能靠平生所学扬名于四海，那将是件多好的事啊！别光夸爹了，今天该背的可都背下了。背会了。背来听听。
被利刃所砍头者，头骨断面平整，再变须看项下皮肉。若筋腱卷缩，两肩颈骨高耸，则说明是生前遭砍杀；若死后被砍头，则筋腱并不收缩。若尸首临墙壁，还需观察墙上是否有血迹，血迹是否呈喷射状。身首异处者，需测量头颅与肩膀之距离，即头颅在尸身左右之位置。再者，需拼接头颅与尸身，测量颈围之尺寸。还有就是要叫亲属辨认尸首，确认是否是同一人。若凶器是平头刀刃，记录时写刺，可否？不可，只有尖利的凶器才可以记为刺。好。爹，您该休息了。爹今天高兴，就多教你一些。我现在就传授给你如何判验马前子毒，你要用心记。是。中马前子毒者，起初无力，脖子发硬，继而肩部和大腿陷入痉挛，直至周身抽搐，最后全身卷缩如弯弓，反复弯曲多次，其痛苦可谓人间之最。此毒可谓歹毒。在凶案中很少能见到此毒，有的仵作终身都没有见过。但要想成为一名好仵作，必须学会如何辨认此毒。记住了，爹。爹真是羡慕你啊！年轻就是好啊，不用笔，只用脑子就能记下。老头子，咱家最近啊，怕是有喜事要临门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不知道，咱闺女呀，今天在大街上捡了一袋子的钱，数了一下，一共啊7749枚，这是多么吉利的事儿啊！哎，咱闺女不是正愁嫁呢吗？我想啊，这一定是天赐良缘要降临了。哎呀，别美了，赶快熄灯睡觉吧。45、46、47、48、49。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一日之内就有良缘？相思明月夜，迢递白云天。谁在外面？郎君，你是谁啊？我们是不是见过啊？相思在万里，明月正孤悬。啊！郎君。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五更寅时，天光将晓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寅时，漏断人际，星垂四野，熠迷离，天地魂王兮未息，故
刺客杀人多选择在这个时辰。你们记下了？记下了。别出声！爹，怎么回事？我只盼着刺客他不会来，可是没想到他还真的来了。董月之死，谋者何人？爹已经知道了。还真小瞧了这刺客。谁？何方盗贼，胆敢闯入我宅？皮尔，不在读书，在做什么？爹，是您啊！您不是说若选一则读书，若有余力则习武？文武双全才是人中龙凤嘛！我说过这个话吗？说过。哦。您为什么翻墙进来？啊，那也是习武的一部分嘛。哎，对了，前2天你说想骑马了？是，妹妹也想，特别想。今天就骑，和你妹妹收拾东西，走。钟仵作，这么早就出城，这是要去哪儿验尸啊？我在教儿女骑马。卢参军，请让一让。我若是不让呢？那我只能从你身上踏过去了。好，来吧。你凭什么拦我？我若没有理由，就不会拦在这里。皮尔、杰尔，今日骑马高兴否？高兴。记住爹爹和你们说的话。长大以后，一定要成为人中龙凤。是。带妹妹回家。爹。皮尔，回家。卢参军没有当着我儿女之面动武，钟世载谢过。利用正好杀害董月，一箭双雕，以确保自己在武作大赛上能够获胜。你这计谋过于阴损了吧？哼哼，看来你是不准备下马投降了。我用的是吕将军的名号，将军可百战死，焉能下马受降？好你个仵作，还会马上武艺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2年前，听说右金吾卫中郎将在鬼市力破幽冥四怪，用的是3节枪，好生羡慕。我便把这条跟随我多年的丈八蛇矛也改造了一番。我出身为奴，
从小拜师学艺，成为仵作，才从奴籍变为贱籍。但是我从没有一天放弃习文学武。今日你若胜我，算你有本事；但你若被我一枪挑于马下，那么一国藩邦从此便多了一位领兵打仗的钟大将军。好一个钟大将军！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要反叛于我大唐吗？少废话，策马过来吧！驾！驾！听说那贼武艺高强，哎呀，若没有卢大将军出手相助，我们万年县还真抓不住他。哎，少客套。薛环已经先行入方立案了，本参军就不陪你审案了。告辞。罗凌风，师弟，多亏了有你，愚兄在此谢过了。希望万年在苏少府的治下日夜长安。长安万年。我无罪，苏县尉，狄公他老人家抓人可是讲证据的。钟仵作自认为高明，觉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是又怎样？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，我是不会认罪的。信上的字，黑墨中夹杂着棕色，应该是作画颜料中的颜色，说明平时此人作画，或者身旁常有作画之人。你给儿子起名丕，给女儿起名节，这可是魏武帝给儿女起名用的字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的女儿叫钟洁，你从小就培养她绘画的才艺，对吗？钟洁，你画得很不错，只是姐姐疑惑，画案如此工整，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爹不让任何人用这桌案，阿兄也不行，他自己也不行。那你爹平时在哪里写字啊？爹要写字时，就拿我的颜料碟对付一下了。如果你觉得有必要，我们可以证实一下。给正好的信件和给那5个仵作的请柬上用的就是这里的墨。而你钟世载是个用笔极为娴熟之人，却要故意装成不会写字的样子。我观信上的字迹是你故意伪装，对吧？那也只是你的推断而已。苏无名，你自己破不了案，找一女子来哄骗我的女儿。这位女子可了不得，裴喜君裴小姐，不敢说是整个长安绘画最好的，但绝对是长安女画师中的翘楚。当真？裴小姐，我女儿能否拜你为师？她很有天分的。你还是先认罪吧。看看这是什么？从你的家里搜出来的，自己看看吧。给她穿上。来，看看这个。这是何人所画？裴小姐根据高五娘的描绘所画。
这能算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了吧？裴小姐，收吉儿为徒吧。哦不，过继给您，做您的义女。裴小姐，吉儿聪慧孝顺，我真的不忍心让她一辈子在贱籍啊。钟世载，钟杰很有天分，我也喜欢他。若有机会，我一定教他画画。但这是公堂之上，请你快起来。钟世载，你深爱着自己的孩子，但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。我没有直接杀人，我请人吃饭，我有什么错？正好报复杀人，与我何干？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武作大赛中进前3，你连自己的授意恩师都要杀。钟世载，你还犯过哪些罪行？如实招来。我没有。耿老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。